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到在中日的这一场政治外交上面的冲突，现在竟然是整体已经扩大到延烧到整个第一岛链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火线话题，等一下会来看到的是百艘共军的舰队已经悄悄的压境在第一岛链了。北京还是零宣传，沉默大军整体逼近在西太平洋地区。美日台现在全面紧绷哦，太平洋版的古巴危机难道会正式的此刻要引爆了吗？今天都会一起做关注。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先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这个百艘解放军的军舰，现在可以说已经整体压境在第一岛链了。等一下，厉将军会带我们来看，包括北京，我们现在要来了解它到底在下什么猛棋，而且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方面是完全沉默，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的，非常的神秘。等一下来做关心。解放军这一次出动，包括了它的空中有3剑客，还有海上的神盾舰052D， 打造第一岛链外海最强沙阵吗？最后来看到的是，难道太平洋的版的古巴危机会重演吗？美国在这个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12月4号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刚刚讲了，大陆的媒体是没有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在本周在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了超过100艘的海军舰艇，还包括了在海警船都有。一路是从黄海的南部一直到东海、南海，都可以看到各种的武器深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90艘目前仍在西太平洋这边很活跃的做活动，执行针对外国船只的模拟攻击演练以及操演区域拒止等等的行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步证实，确实共军在西太平洋有4支的海军编队正在活动。路透社也特别指出了，部分共机的舰艇跟战机都已经开始对外国船只进行刚刚讲的这个模拟攻击以及拒止的行动，目的都是要来阻绝美军的增援，要来封死第一岛链。赶快来看到下一张图，等一下会请厉将军带我们特别来关心第一岛链的要冲。我们今天会从北到南，一直看到几个重要的地点，不管是从大隅海峡到这个普格拉海峡，一直到这个宫古跟巴士海峡，都可以看到解放军的武器。如果解放军真的有眼转战，会如何来做进攻？这个有关于战情，我们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思敏给我的作战任务由眼转战是指挥官受命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任务分析。任务分析第一件事情要确认指挥官的作战任务，还有我军要如何部署跟行动。作战任务第一个分析就是这个要决定自己的有几个任务，哪个是主要任务，哪个是次要任务。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做任务分析要知道的。那各位可以判断，好，如果这时候这个台湾有事，然后就是日本有事，那现在如果说你是战场指挥官的话，你会优先你的任务优先目标是日本还是台湾？我想大家显而易见，应该就是以台湾为主要任务。好，这个是次要任务。第二个来讲，我们在讲兵力运用方面，一定要讲究集中与节约。好，在集中方面要打击，在节约方面，尽量用拘束。那如果说日本跟台湾哪边来讲，我集中兵力的地方，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我是东部战区指挥官来讲的话，有上百艘战舰受我指挥，这种状况下，我一定集中兵力来打台湾。好，那日本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节约兵力，我不用用很多的兵力。那第三个，我们讲拘束与打击，将次要的方向你一定要拘束住，让日本动不了，让日本不敢动。这个时候，让他没有办法来支援台湾的作战，这时候我才能够用全力打台湾。基于以上几个原则，我们来做我们的兵力部署跟判断。好，当然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大隅海峡跟马毛岛在这个地方，用少部分的舰艇，还有用它的导弹来对它做威胁，然后让日军在这个地方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地方不要忘了，就是北边有一个大毛俄罗斯。俄罗斯如果这时候可以跟中国在军事同盟来讲的话，
对日本的北方，我们经常看到，包括白令海峡啊这些地方来讲的话，甚至于这个北海道这边，若俄罗斯在北边有所动作哈。那甚至于朝鲜那边有所动作来讲的话，我相信日本会被拘束在这个地方。这时候高市早苗或这个他们的这个小泉哈，我相信这时候一定不敢轻举妄动。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会用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这个他的舰队哈，一定会出这个宫古海峡哈，宫古海峡，这趁着你不敢动的状况之下，我舰队立刻出宫古海峡。这个舰队极可能是我认为是山东跟辽宁双航母的舰队，然后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担任这个主援的任务，阻止美军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大家还会问，那福建舰到哪里去了？我认为福建舰可能是到南海这边，是南海这边，因为美军也有可能从南海这边上来，所以我在这两个门我都关起来了哈。这南北这个东边这个门跟南边这个门我关起来，北边这边啊，我用一部分兵力拘束住日本，让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我就可以集中我的全力哈，因为这边海峡只有200公里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的是075哈，在075我几艘075在西边海域，076部署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电磁弹射的无人机，可以担任制空作战，也可以登陆作战哈。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牵制到与那国岛。它虽然说与那国岛部署了防空导弹，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076的舰载机就无人舰载机攻击21来讲的话，要这个歼灭与那国岛的这种空导弹对空导弹，我想是这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好，076部署在这边，075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置重点在北。置重点在北，南部这边也是一样，让南部的兵力不敢轻易向北转移运用。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说上百艘军舰，我如果说将台湾武统台湾，将台湾拿下来之后，各位想想看，日本这时候还没有作战意义，就没有太大作战意义的。我相信高市早苗这时候也不会在这边这个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紧接着后续就是外交上的动作。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军事上面思维理则来讲的话，不管是主从任务主要任务、次要任务，然后这边是主要打击这边是次要打击拘束的方向，这边是拒止方向。这样我们台湾来讲，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美军的资源，能够获得日军的资源。我认为日军顶多大概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大概2种方式，一种是情报方面的资源大概可以情报方面，可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能在潜舰方面会有所的协助，因为潜舰来讲，毕竟不是水面的战艇嘛，而且你不太容易判断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潜舰，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如果说它潜舰这个要到这边来的话，同样如果解放军在这边这个如果这边有076来讲的话这边有这个它这个航空母舰上面都有相关的反潜机那双方来讲，未来在这个地方极可能不管是水面或者是水下都可能爆发主要的战场会在这边发生，但是关键还是在主要作战还是台湾的登陆作战这是关键是所在，然后怎么样让登陆部队可以持续不断获得资源？我觉得解放军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包括他这个做了那种登陆的接驳船，一艘接一艘的那种接驳滩岸的接驳船或者是说它的滚装货轮都是登陆的持续战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说是日本如果说是要来协助台湾作战，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这个地方毕竟隔了这么多个马毛岛、奄美大岛。那如果说这个055大区的舰队又在这个地方对它形成威胁，切断它大家看到很明显的切断它的兵力。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还是要思考怎么样在没有外援之下独立作战。好，谢谢厉将军。现在刚刚将军带我们看到的是整体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所谓的武统，那可能的作战想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大回的动作，其实包括了海空都有非常多的武器。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盘点，总共是海空出动了哪一些武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同时央视干脆也直接点名了，包括在空中有出动3款武器，大家叫它3剑客，攻击11、歼20跟它的歼16。那么在海上同样呢，则是出动了中华神盾
这一款是这个052D， 那么它是新改良款的052DM， 在今年呢，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它成军了5艘以上。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改良之后有哪一些比较改进的武器的部分呢？就是它换装了 X 波段，可以快反雷达，提高对于低慢小的目标跟逆中目标的一种探测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将军来从军事也帮我们做解析，解放军最新的刚刚提到的空中的3剑客加052DN 的这个神盾舰战力组合又有多狠？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空中3剑客，包含攻击11、歼20跟歼16，它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任务呢，要针对任务的特性、目标物的特性来做机种的搭配。那攻击11做什么？攻击11做踹门，歼20呢负责制空空优，因为它逆中战机，负责空优交给他。这个歼16负责对地或对海打击攻击。那我们看，那攻击11它的这个作战航程它4000公里，所以它算是个有空用型也有海用型。海用型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海用型嘛，所以它是2种都可以。然后呢，它只要装什么呢？装来上面飞机上只要挂2公吨的反辐射飞弹，把雷达打瞎就可以了，踹门嘛。踹门完毕之后，逆中战机歼20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给他，让对方的战斗机或什么会抓不到逆中战机，逆中战机抓得到它上面挂的这个长距离的或短距离的空对空飞弹。那真正的打击的歼16，那歼16它有12个挂载，最大的满载是12公吨。你要打个折，你打仗的时候不会说12公吨挂得满满的，大概挂个8公吨差不多了。那可以挂鹰击6两、鹰击83，我就看它要针对任务性质啦。鹰击6两或者鹰击83的性质，专门做对海打击。因为为什么？因为讲到了第一岛链，你从这几个海峡，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或者是那个中国海峡。这个军青海峡，它这个都可以出来啊！可以出来的时候，这个在东海还有巴士海峡都可以来实施这个海域上的扫荡。那这个交给谁？就给歼16嘛。所以我们看踹门，掌握空优，然后对地或者对海打击，这个刚好就变成3位一体。一种机型，你让它包山包海，又要对空，又要对海，又要对地，又要去踹门，这个任务你通通交给他，反而贝多利分。你都不专精，你又要对空，你又要去对海，你都不专精。这个我们把分工分得很清楚，让这些真正执行任务的歼16专心去对舰，空对舰的飞弹就下去，83鹰击8或者鹰击62下去，把这个军舰给它击沉，它专进行。那这样的话，功能是发挥到最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海军，看到动5两 DM 就是现代化了，中华神的7000公吨。7000吨级的，最重要它改良在哪里？以前呢，它的这个搜索雷达是 C 波段跟 S 波段，那它现在加了一个 X 波段，X 波段是强迫雷达。那强迫雷达看得远，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海上你要怎么克服？因为它有个曲度，那曲度一远的地方你看不到，因为它是地球，你这个雷达波是它不会转弯的，雷达波是直射的，你地球曲度那远的地方，它直接过去，它在下面。你根本没办法发现目标，那这个就重要了。我要换 X 波段，强迫雷达要出来了。它这个强迫雷达的型号是364型，那364型专门抓低空目标。我们知道有时候低空目标，尤其是反舰飞弹，这个空对舰飞弹或舰对飞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去在第一时间先发现有飞弹来袭，然后我这个时间预备了准备去摧毁它。那动5两的它重在防空，不跟动5不一样，因为这个军舰也是一样，不是说包山包海样样都行，它重在防空。所以你注意看，中共一个这个我们作战集群出去的时候，有动5两，有动5-4，然后还搭配大家来护卫动5-5，是这个样。它这个总共是64个垂发，前面32，后面32。那针对任务性质，我认为它装的这个舰对空的飞弹多。我们讲打以这种大型的。这无人机 UAV 可以打这个我们讲的飞机，我们叫做防空，这个火力没问题。就这样，它上面挂的是红旗9B 跟红旗9C，都是比较现代的。那你这个海红旗9B 跟红旗，它不用海红旗9A 了，淘汰。那这海红旗9B 跟海红旗9C 都打200公里。那这样的话，先发现目标，反正交给 S-band，然后
这个海红旗9C开始对目标做发射出去，不管是大型的 UAV 也好，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战斗机或者歼击攻击机，那这都会在它的这个火力涵盖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只是这里面没有写，就是空警500或空警600，这你要搭配。为什么？它可以在整个战场对空搜索还有对海搜索，通通交给空警500，或者是空警600，看是什么性质，是海军用的600呢，还是空军用的500？把整个空域交上去，然后经过链路 link 在一起，把这些相关的讯号在第一时间收集给动52 DM。这样来搭配，或者是将来的时候，这个空警500或空警600，将收集的信号跟它攻击的目标，这个下发给歼20或下发给真正出作战任务的歼16，那这样子去打海上的目标，这个以后就是说变成战场管理，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作战图像，由作战图像做任务的分配很明确，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那目前它的航向、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吨位的大小或者是一些特征，它会告诉这个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任务飞行员一发射之后，他就接管，把这个信号去导引这个飞弹过去攻击那海上的目标。所以将来都是一种任务型的搭配，没有一架飞机它要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去做执行。这样的话，让飞行变成单纯化、组合化，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是好，我们看到整体来说，等于说这一次不管是海是空，解放军已经释出了各种的武器。不过现在外界其实也在做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比较诡异。过去如果是做相关的演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官方的媒体或者官方或者是他们的媒体，可能都会释出一些消息，但是这一次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大家才在猜说没有讲的话，其实感觉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有可能由演转战？零宣传的状况之下，这个类似过去太平洋的古巴飞弹危机，是否可能会真的到来呢？杨老师有怎么看？现在目前已经确定，还是至少有90艘以上的水面舰在整个黄海、东海的集结。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11月7号高市早苗的发言之后所看到的这个情况。目前我觉得目前还是在集结跟演习的这个阶段，它会不会接下来采取一些真正的任务的行动，不确定。但是呢，可能有3种。第一种就是持续的一种集结演习，产生一种威慑。这个威慑效应当然就是告诉日本、美军，甚至台湾这边。那针对高市的发言，因为高市的发言他提到，就是台湾有事，就台海战争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事态，所以呢，暗示的有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卫队派兵，而且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那他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收回，所以呢，大陆这边也不做任何其他的宣示，就是做兵力的集结。他觉得可能你们这些决策者，你们这些保守右翼不太了解，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还大概是停留在10-20年前对于解放军的认知。你看今年光是印巴空战到93阅兵这2个事件，其实就显现解放军的就是整个武器的这种精良跟作战能力。因此，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有一种威慑。第二种可能呢，那就是有攻击。那这个攻击我们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产生。我等一下回来讨论。那第3个呢，那就是封锁。这个封锁一定是针对台湾，因为高市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说台海封锁就会造成日本的存亡积态，那你就来啊。不要忘记你还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目前觉得现在在日本、韩国、美军驻日美军，甚至我们台湾所有的军队。海防以及国安人员还有情报人员一定是待命的，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密切会去观察，可能甚至每个小时要提供相关的这些情资然后一段时间他立刻要做一些研析判断。我觉得目前军事层面判断这个比较是维持在威慑的这个效应上，但是你要做最坏的这种就是说打算，因此。这样子的一些怎么打算呢？你当然可能要待命，可能要因应相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过我个人觉得大陆这边目前没有其他的理由说这么快速的由演转战，但是呢，也要看日本这边的反应。那所以你看到这几天高市就开始不断的在退回原点做修正，
可是大陆这边觉得你是这样在这个推脱，你在搪塞，没有真的这种就是诚意要去收回，以及面对这个问题，你讲错话，然后你事实上美国都不支持你，因为美国觉得，怎么你走在前面，要我来帮你收尾啊？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川普还打电话给高市来去敲打。对，所以现在我觉得紧张的情势是很高了哈。那让日本这边也了解到，自卫队这边一定都会每个小时不断的讯息到防卫省，防卫省到官邸，官邸到高市，告诉他现在大陆在那边90艘水面舰集结，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我觉得形势其实在日本的政界是非常紧绷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